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冉冉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呢，我们来钩这件超漂亮的灯笼袖上衣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，我用的是6毫米的钩针。别针建议新手准备2个，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，然后准备一个缝毛线的针。那我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件毛衣的结构。我们要钩的呢就是2个这样的形状，它是主体，还有一点很短的袖子。然后呢，再钩2个这样子的长方形，这个就是我们袖子上的花样。钩好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长方形对折，然后缝起来，接在这个地方，让它变成长袖。最后还要钩几个螺纹，用在下摆、袖口还有领口这些地方。那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全部都钩中长针，然后袖子这个地方是主要的花样。那我们先钩这部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起头。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之后我们把它拉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开始钩辫子针。这辫子针的长度呢，要等于我们衣服这个下摆的长度，就是大概你身体最粗的地方的1半。另外这个款式我觉得钩的稍微宽大一点比较好看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来决定这个到底要钩多长。那我说辫子针的钩法，辫子针的钩法呢，就是钩针钩住毛线，然后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2个辫子针。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3个辫子针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直钩辫子针，钩到你满意的长度。辫子针钩完，刚钩的这个辫子针呢，它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现在我们要开始钩第一行。那我们看，钩针上这个环远都不算1针，钩针下来，这2条线组成了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然后接下来这个 V 字呢，是我们的第2针。我们要跳过前2针，从第3个 V 字开始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。那中长针的钩法呢，是我们钩针绕线，然后从我们第3个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，穿过全部3个环，这就是一个中长针。新手建议我们用别针把这一针标记出来，不然你一会儿钩回来，你看不出，你可能找不到哪个 V 字是你的第一针。那我拿别针把这个 V 字2条线标记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每针一个中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还是钩针绕线，我们来到下一个 V 字，钩针从 V 字里面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，穿过全部3个环。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个 V 字，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，穿过全部3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一个中长针，把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钩完，现在我们要钩第2行。往下呢，我们就要一直重复第2行，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哦。首先呢，我们要钩一个辫子针，还是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我们转过来看，钩针下来这个 V 字是刚钩的辫子针，这个辫子针呢，它永远都不算1针，我们不要管它。我们直接来到钩针往下的第2个 V 字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它其实是我们前一行的第1针。我们从这针开始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给它钩到头。中长针还是钩针绕线，然后我们从这个 V 字的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那新手呢，建议还是用别针把刚钩出来这个 V 字标记一下，我就不标记了。下一针也是一样，我们钩针绕线到下一个 V 字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，穿过全部3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再到下一个 V 字，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。我们就这样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一直钩到我们标记的这一针。到这一针呢，我们把标记取下来，然后在这一针正常的钩一个中长针。那这一针钩完呢，第2行钩完了，我们就接下来就重复我们第2行，就是开头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给它
勾到头，然后勾到头以后又是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然后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我们就这样把这部分一直往下勾。那我们现在勾的呢是从这儿往上一直到我们袖口下缘的这一个部分，等这一部分勾完，我再回来给大家讲怎么勾袖子的这个部分。那现在呢，先把这部分勾完。现在呢，这个 T 字下面这部分我勾完了，要勾上面这个横了。那我们现在不是这一行勾完吗？我们就接着这儿往下勾25个辫子针。辫子针还记得吧？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样子勾25个。25个辫子针勾完，我们现在要先小心的把钩针取出来。如果你怕这个地方从这儿脱开的话，你还是可以拿别针把这个地方给它固定住，这样你看就不用担心从这儿脱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拿另外一卷线，正好我这儿有一根长线，我就拿这根长线了。那我们用这个线呢，现在又来起一个头，跟我们开头是一样的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的部分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这个头起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从这边另外一头最后一针，同样的也勾这面是勾24个辫子针。那我给它先转过来，看这是我们开头第一针。如果你拿别针标记的话，那你更好找，就是我们这边第一针把钩针穿过去。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线给它勾回来，勾回来的时候呢，同时穿过这个 V 字还有钩针上的这个环，看就固定在这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勾24个辫子针。24个辫子针勾完，如果你是用毛线团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线头剪断了。然后呢，钩针勾住这个线头，穿过钩针上的这个环，钩针取掉。这边24个辫子针勾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开头我们勾的这一边，我把这个标记取下来，然后还是用钩针给它往回勾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做的呢是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呢，从我们钩针上下来，你看这两个这两条线组成这个 V 字是我们的第一针，我们要跳过第一针，从第二针开始往回勾中长针，就跟我们之前勾第一行是一样的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跳过这一针到第二针的位置，钩针穿过去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3个环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往后每个辫子针上给它勾一个中长针，给它一直勾到我们衣服主体的地方。这边辫子针上的中长针都勾完呢，我们应该是有24个，因为我们起头是起了25个，但是开头不是跳过了一针吗？那现在应该有24个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到我们这底儿上，那就像之前每一行一样，正常的在每个 V 字下面勾一个中长针。这地方没有什么讲的，就跟我们之前勾的所有这些行数一样，一直勾到我们另一头，勾到我们要到辫子针的地方，我再来给大家讲。这一行勾回来，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辫子针的部分，我们还是每个辫子针上给它勾一个中长针，这样子勾到头。这部分的辫子针勾完呢，应该也是中长针勾完呢，应该也是24个，跟另外一边是对称的。这边的24个中长针也勾完。那下一行呢，其实接下来就都跟我们之前这个一样了，我们就是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给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，刚勾的这个辫子针不要管它，我们从前一行的第一针开始，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给它勾回去，然后这样子一直沿着上面勾到这一边最头上，
然后再是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每针一个中长针，这样给它往回勾。那就跟我们之前这个是一样的。就这样，我们要勾的是从我们袖口的下缘一直到我们肩膀上缘这一段距离，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勾多少针。那这部分勾完，我再回来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做。这个 T 字的部分我已经勾完了，那现在呢，把这个线头可以剪断了。剪断的时候呢，把它留长一点，之后呢，要用这个线来把肩膀的部分缝在一起。那现在它不是这样子的吗？这个地方钩针勾住这个剪断的线头，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，那这个钩针就可以取掉了。这样呢，这一片就勾完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一模一样的再勾一片这个梯形的这一片，等的这个勾完我再回来。这两片一模一样的勾完，我现在把它们这样子对齐放在一起。那放的时候呢，就是一边的线头在右边，另一片的线头在左边。然后呢，我拿不同颜色的毛线标记了它们最上面这排正中间的这一针，就是你可以把顶上的针数数一下，除以2，找到最中间的这一针，就是两片都是。我把最中间这一针标记出来对齐，然后从这一针开始往两边各数了14针，这是第一针，然后这是第14针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，这是标记的这一针，然后这是第一针，这是第14针。然后我把这两片的第14针用一个别针给它们别在了一起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是一个别针，把它们别在一起。那中间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这件毛衣做领子的部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从标记的这一针往外一直到我们头上给它缝在一起。那缝的时候呢，我们之前不是留了很长的线头吗？我把这个线头穿过缝毛线的针，然后呢，就把我们这两边，这边我的习惯是针从这边穿过 V 字2条线，对面找到第一针穿过 V 字的，看一下对面找到第一针穿过 V 字的1条线，这是我习惯的方法。你也可以两边都穿2条线，这个不影响。然后第二针还是这边穿过2条线，对面穿过1条线。就这样，我们来回一直缝，一直缝到我们标记的这一针。下一针就是我标记的这一针了，那我把标记取掉，然后把就是刚才标记过的这2针也给它缝起来。那缝完呢，在这一针的位置这样来回多绕几圈，防止它从这个地方脱开。觉得差不多了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在我们之前缝过的这些毛线里了。然后多余的线头可以给它剪掉。那这一边就缝好了，另外一边也是同样处理。我们刚才不是勾了2个这样 T 字的形状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勾它下面这个袖口了。因为这个袖口呢是要跟这个地方缝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边的尺寸。那是这样的，我们刚才不是已经把这2个勾好的 T 字形给它从肩膀上缝在一起了吗？那我们量一下它这个袖口的长度，然后这里的袖口的长度呢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勾的这个袖子的宽度。那量好这个尺寸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勾。那首先起头的方法还是一样的，从开头勾到现在，你应该已经起过4次了，我就不讲了。我们现在呢要勾的是辫子针，这个辫子针呢，它要满足6的倍数，然后最后勾完的长度要跟这个一样长。那这个辫子针勾完，我再回来。这个辫子针呢，我是勾了48针。那你可以勾任意的针数，反正只要它是6的倍数，然后跟之前我们留的袖口的宽度基本一样长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勾第一行。第一行呢，我们要跳过第一针，从第2针开始往回勾中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跳过第一个 V 字，在第2个 V 字上勾一个中长针，
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。新手的话还是建议我们把第一针标记出来。接下来就是这样，我们每个辫子针上钩一个中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第一行钩完，我们现在来钩第二行。第二行开头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钩的这个辫子针不算一针，我们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我们前一行的第一针，钩一个短针。短针呢是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短针。新手还是可以把它标记一下。然后到下一针，同样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还有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。第二行呢，我们现在钩了2个短针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钩一个小球球。小球球的钩法是这样的：首先钩针第一次绕线，然后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钩针第二次绕线，同一针的位置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4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还剩3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同样地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环。然后第4次绕线，同样地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钩针上这时候有5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5个环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球球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接下来的5针各钩一个短针。短针还是钩针到下一针，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这是一个短针，再钩4个短针。这5个短针钩完，下一针呢又是小球球了。这是钩针第一次绕线，我们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2个环。第二次绕线，然后再把钩针同一针的位置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3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还是同一针的位置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钩针上还有4个环。第4次绕线，钩针同样地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5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5个环。那这个小球球钩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从这个小球球到下一个小球球前一针的位置，就是一个小球球，然后5个短针，一个小球球，5个短针。那接下来我们钩5个短针，钩针到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第一个短针钩完，接下来再钩4个短针。看，我们又重复了一遍，这是一个小球球，然后5个短针，然后一个小球球，5个短针。接下来又是一个小球球，5个短针。那小球球还是钩针第一次绕线，我们到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2个环。钩针第二次绕线，同一针的位置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3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同一针的位置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有4个环。第4次绕线，钩针同样的位置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5个环，勾住线穿过5个环。这个小球球钩完了，那接下来又是5个短针。就这样，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，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，重复一直钩到剩下最后3针。如果你不记得这个小球球的钩法，那你就倒到开头重新看一下这行怎么钩。钩到剩最后3针的时候，我再回来。这一行钩到还剩最后3针，那我应该是正好完成了一个小球球加5个短针。接下来的一针，也就是倒数第3针呢，还是钩一个小球球。钩针第一次绕线，穿过去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第二次绕线，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第3次绕线还是穿过去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
第4次绕线，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现在有5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5个环，然后最后2针各钩1个短针。第2行就勾完了。那接下来第3行呢，跟我们以后所有的单数行一样，开头一个辫子针给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呢，每针勾一个中长针。刚勾的这辫子针不要管它，它不算一针。我们来到前一行的第1针，正常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第2针也是正常勾中长针，然后到这个小球球这儿，你看着这儿前头有一大堆，但其实底儿上也是很正常的一个 V 字，也就正常的在这个 V 字里头勾一个中长针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一个中长针，把这一行勾完。第3行勾完，我们来勾第4行。第4行跟第2行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第2行开头2个短针，从第3针开始勾这个小球球5个短针。那我们下一行呢是开头5个短针，从第6针开始勾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，这样。那开头还是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刚勾的辫子针还是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前一行第1针，我们前5针各勾一个短针。5个短针勾完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重复之前这个花样了，就是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。那小球球还是我们总共要绕4次线，这是第1次绕线。每次绕完线之后呢，都是把钩针从下一针，从这一针位置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。然后第2次绕线完也是从同一针的位置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第3次绕线还是同一针的位置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。第4次绕线，同样位置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这时候钩针上应该是有5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5个环。然后接下来就是5个短针。那就又要重复这个花样了，就是又是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。小球球还是第1次绕线，从下一针的位置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这时候钩针上有2个环。第2次绕线，然后从同样地方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3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，这时候钩针有4个环。第4次绕线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有5个环，那这时候勾住线穿过全部5个环。然后呢就是5个短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重复这个花样，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，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，把这一行勾完。第4行勾完，那它结尾呢应该正好是一个小球球5个短针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勾第5行，第5行跟我们第3行是一样的，我们以后所有单数行都一样，开头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这辫子针呢不算一针，不要管它。然后呢，我们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给它勾到头。第5行勾完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从第2行到第5行，也就是下一行第6行呢，完全跟第2行一模一样。如果你不记得呢，可以把视频倒回到第2行，跟着第2行再往下勾。那这个袖子呢，我们整个接下来就是不断的重复第2行到第5行。第2行其实这还挺好记的，第2行就是开头是2个短针，然后开始勾我们的小球球加5个短针。第4行开头是5个短针，然后开始勾小球球加5个短针，就只有这点不一样。然后所有的单数行都是每针勾一个中长针。你要不记得的话呢，就把视频现在倒回到我们第2行呢，跟着这个视频再往下勾。那这袖子要勾的长度呢，就是我们衣服的总袖长减去刚才已经勾了的这一小截儿，那这个长度。等的你勾的这个达到你满意的袖子的长度了，
那我们还要再勾一模一样的一片，因为袖子有2条嘛。那等到这2片都勾完，我再回来。这个呢是我们之前从这个肩膀上缝起来的主体部分，中间留了领口，然后这2边是袖口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它打开，然后呢转到袖口这边来。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袖口。那我们要把刚才我们勾好的这个袖子跟袖口的地方缝在一起。缝的话还是一样，它其实没什么技巧，只要把2边缝在一起就行了。那我们把这2个地方对齐，然后还是拿这个缝毛线的针给它来回穿，只不过这面呢现在不是规则的 V 字，你就大概眼睛看一下，把它们对齐缝在一起就可以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把这个袖子还有袖口这些地方给它对齐，整个缝在一起，然后另外一边的另外一条袖子也是一样。我们这2条袖子都缝上来以后，那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整个袖口下缘还有衣服侧面给它们缝起来。另外这边也是一样，把袖口下缘还有衣服侧面这样子缝起来。那这个缝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勾螺纹了。螺纹的话呢，我们要勾下摆这一圈，还有袖口的部分。另外领口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勾，因为其实你不加的话，这个领型我觉得本身也挺好看的。那我现在就来讲螺纹的勾法。首先呢，还是起头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把毛线绕过来。这些起头我们已经起了好几遍了，我不详细说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如果是勾领口还有下摆的螺纹，我们要勾10个辫子针。如果你打算勾领口的螺纹的话，那勾7个就可以了。辫子针还记得把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。我是要勾下摆的螺纹，那我现在起了10个辫子针。如果你现在是勾领口的螺纹的话，那你现在应该有7个。然后呢，我们跳过第1个辫子针，从第2个辫子针开始，每针勾1个短针。那钩针我们跳过第1个，来到第2个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勾住线，穿过这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短针。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把第1针标记出来。然后接下来都是每一针钩针从 V 字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勾住线，穿过全部2个环。还是一样，钩针从 V 字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勾住线，穿过全部2个环。这一行勾完呢，因为我们开头跳过了一个辫子针，所以如果你是勾下摆还有袖口的螺纹的话，那你这一行勾完应该有9针。如果你是勾领口的螺纹的话，那这行勾完你应该有6针。我们第1行螺纹勾完，那现在开始勾第2行。接下来的每行都跟第2行一样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开头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刚勾的这个辫子针不要管它，它不算1针。我们来到前1行的第1针，然后我们要在每针 V 字后面这条线上勾1个短针，就是钩针我们从 V 字中间进去，穿过后面这条线下边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勾住线，穿过这2个环。接下来也是一样，到下一个 V 字，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然后下一针还是一样，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把第2行勾完。那第2行勾完，我们接下来每一行要做的都是重复我们的第2行，就是开头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这个辫子针不算1针，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前1行的第1针，每针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勾1个短针，勾到头，然后又重复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然后每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勾1个短针，就这样把这个螺纹勾到你想要的长度。那这个螺纹呢，我们看，如果你要勾的是这个下摆还有袖口的螺纹，那你不需要跟它一样长，你就在自己腰上围一下，能围住你的腰就好。那应该是比这个
下摆是短的，因为这个下摆我们之前是钩的宽松款。袖口也是一样，就是之后能围着你手腕一圈就可以，那应该是比这个袖口短的。那只有领口的螺纹，如果你打算钩领口的螺纹的话，那你要跟领口留的一圈一样长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把这几个螺纹全部都钩完，然后再来说。这个螺纹钩到我们满意的长度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两边连起来，形成一个环儿。我们先把两头给它对齐，然后这面钩一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呢，从这边钩针从这边第一针穿过去，然后我们看对面，对面呢它是这样子一条条的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条线，这面是9针，那我钩针穿过对边的第一条线，然后用引拔针把它们勾在一起。引拔针就是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勾回来的这条线，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环儿。然后接下来就这样的，我们两边的都勾引拔针把它勾在一起。那钩针从第二针这边 V 字2条线，然后对面对应的第2条线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再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。第三针也是，这边是 V 字2条线，对面是这一条线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。就这样，我们把两头都给它勾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环儿。把两边都勾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线剪断了。那这线头还是可以留长一点，用来之后跟我们衣服缝在一起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把它缝到衣服上去了。那现在我来说怎么把螺纹跟衣服缝在一起。领子的部分，因为领子的螺纹跟你的领口是同样长的，你就直接给它缝起来就行了，就像我们之前缝袖子的这个部分。那要说的是袖口和下摆，这方法是一样的，我就以下摆为例来讲一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一圈螺纹我给它4等分了，这个呢就是之前给它们缝在一起的点，这边还有它对面，然后另外还有它们的中点，那我把它4等分了。同样呢，这个衣服的下摆我也给它4等分，还有这两边就是之前我们接线的地方。那这4等分分好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每个4等分点对齐，就是之后缝呢是这个4等分点跟这个地方缝在一起，然后这个头跟这个头缝在一起。那然后我们缝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要眼睛看着，大概判断一下。那首先呢，还是把它们两头缝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大概看，就是可能下面一行我们要对应上面的这样子的2针或者3针。这个地方呢不用特别准确，就是你大概眼睛看判断一下就可以。那就这样，我们下面是穿过这样子一行的底儿上，上面呢我们可能要穿过2到3针，具体取决于你螺纹的长度和下摆的长度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只要最后能把这4个点都对齐就可以。就这样，我们把它下摆还有袖口的螺纹也是同样的方法给它缝上来。那等的这些螺纹都跟衣服缝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件毛衣也就完成了。